下面一位了不起了。我很少说一个人是天才，那么下面这个人我也不会这么说他。那么呢，但是他在我心目中真的让我觉得他给我带来了无穷的欢乐，就是我最爱的毛豆。我发现，把缺点变成优点是地球人最大的智慧。我的缺点很明显就是胖。但其实我今年减肥了，我今年从310斤减到了240斤。谢谢。截止到今天已经全部反弹了320了啊！我生下来就挺胖的，我生下来有11斤8两。真的，我完全这有记录可查的。我生下来是6斤2两。11斤8两。对。哇！怎么的？这要比吗？不是，这爆出来有什么可骄傲的呢？好莫名其妙的胜负欲。我8斤4两。哎呀！我还早产了1周。这边早产了1周，还有比他更厉害的吗？我生下来之后就非常能吃。我9岁那年过年啊，大年30，我在家吃饺子，我吃了52个饺子。哎呦我的妈！哇！吃完之后啊，有2种说法，一种是48个，一种是52。不重要，因为我爷和我妈转述的不一样，差4个。吃完之后我躺在床上看春晚，我爷过来探我鼻息，说孩子不能死了吧？要不要送医院？这个我爷说从改革开放之后就没见过这么吃饭的了，对吧？很难遇见。然后我从小就是我1年级就已经破100斤了啊！1年级破100斤，1年级就110几斤了。然后那个时候正好我妈是开美容院的。他那个美容院会经常进一些减肥药，他就给我试，经常给我试，试的我百毒不侵。什么？减肥药也爱吃哈，一次吃2斤，他没有，这也爱吃，他是各花圈里吃。减肥药包饺子，减肥药2斤的吃。他这有什么各种什么纤维素、甲壳素、又酵素。告诉都能减肥，我爸都懵了。我爸说尿素还能减肥呢？尿素是不是化肥吗？不对，我爸听错了，它是一个酵素，那个酵素名很厉害，叫魔法酵母，真的啊！我以为 J.K. 罗琳才是魔法酵母呢。这是植入吗？这段是？不是，是个小包裹，是个包裹。有。吃的我现在真的是百毒不侵。我妈现在在家洗葡萄都先给我吃，因为我妈看那个新闻说那个葡萄上面农药不好洗。先让我试试毒。那你真的太难杀了。他那个地方除了减肥药，还有那种减肥仪器，有那个绑的一根绳绑在身上，咚抖那个。哦，那个我见过。那个不好使，就那个抖，它其中有个特别厉害的，叫电子高频减肥仪。这个我记得特别清楚，就这个玩意儿就特别像那种欧美国家死刑的那个仪器。电椅啊。退下来之后，2手的死刑仪器，他拿那个电极给我肚子绑上之后，就插在机器上开那个电流。正常是开那种1、2档，是这种小电流都还无所谓。但我妈觉得我胖，觉得我这个应该这档位高一点，她给我开到8档，那就熟了。我妈给我电成乌精了，你说我的天，这个一次那个仪器做一次大约是40分钟，真的。妈给我电的，我都已经就是特别像那种拷问的时候，你知道吧？拷问的时候就是感觉我有什么任务让我妈知道了。我说妈，你有什么事要问我？妈妈别电了，我说。真的，给我电我都挂上熬的吞了，你知道吗？就说妈别电啦。有一句话说的，就不怕妈偷，就怕妈惦记着呢。我妈老惦记我。这么个电击呀！还是有捧哏的好。电击你哈！嗨，他除了他自己美容院的这些的活之外，他还外边有一些减肥的什么东西，他也经常带我去。他带我去过一个叫那个点穴减肥的。一进去之后，他告诉我做一整套疗程的话需要2000多块钱，那个时候就2000多块钱，很贵。然后我妈就不想弄了，然后那大夫出来说我可以先给你做一下，你要觉得不好使你就走，你要觉得好使你就过。但是他这个好使和不好使啊，我上了床我才明白，真的。他正常点穴是这样嘛，我以为是这样的，他拿拳头就是这样，然后就打我。他好使和不好使的标准就是看你疼不疼，就是你经络通了的话就好使。他就在这我疼没疼，好不好使，好不好使，不好使，好好使。真的，他在这一直打你，问你好不好使啊？他就打我。那你说好使，他就不打了吗？打到我第4下，我明白了，我说好使，妈妈快把钱给叔叔，快，好使，肯定好使。真的，是被打服了是吧？屈打成招。但其实胖也有胖的好处，一个是安全，就是我手这个地方原来切了，被刀切了，哎呦喂！我在厨房干活的时候刀掉地下了，我掉刀上了，然后就
缝了16针。正常人的话，基本上就伤着筋了，会落下残废的。但是大夫说，幸亏你胖啊，就是完全一点筋没，一点事儿没有，真的是。哇，这么大口子！对，这么大。对，胖有胖的好处，他就能没切着肉，油多。然后我还有就是游泳学得快，我学游泳就当天我就学会了，我甚至我狗刨我都没刨会，我就能漂在水上了。一直到现在就是我游泳可能游的没有那么快，但是我漂的时间可长了。那你都不用去死海，你在哪个水里都能这样漂。我都能漂起来，我浮力特别大。我现在能游泳，别人问我能游多远，我主要看风多大，风只要任它吹，任它飘哈。风只要足够大，我能从青岛游到舟山。然后也有那个健康食品的厂商联系我，给他拍广告。但是广告弹下来的时候，我已经基本上反弹回来了。所以我就拍这个广告的时候就很诡异。我拿着我保持身材的秘诀就是这个叉产品，就很奇怪，所有人剧组所有人的眼神里就3个字：他瘦了。他之前得500斤啊，他之前。我一点不开玩笑，给我那个台本里面的第1句，他让我骄傲的摸着自己的下颌线，在哪儿呢？我下颌骨我都摸不着了，真的。我这里面就是我只能摸着我下巴，我还有2个下巴，我不知道摸哪个。你的下巴有自个儿的下巴，不知道为什么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是毛豆。刚刚毛豆聊了半天缺点，你们有没有那种缺点结果变成自己优点的一个事儿？我想了一下，确实我有缺点变优点的这么一个过程。就小的时候上课特别爱接话，你不是那傻子吗？不是那个，想起来了还行。当时完了以后就是上课爱接话，然后老师还经常在讲课的时候，我们比如说给回应什么嘛，我每次我都给的非常的就是有劲儿，但是在他的眼中。你反而当时所有的那些 reaction 就是你是在故意的挑衅老师，就是你给老师捧哏是吗？哦，完了以后，完了老师当时说完了以后，然后当时他就看他正要准备的时候，他就看我状态啊，然后说啊个别同学之后我不想再说第2遍，然后我就下面说对没错，不能再让他老师什么，然后个别同学出去。马上，反正我也知道他在说的我，然后完了以后我就啪我就出去了，然后出去了以后，然后就在门口站着，结果老师在里面讲的时候，我在门口继续接，对老师，但是发现长大了以后呢，其实大家一起在聊天的时候嘛，努力不让话掉到地上，大家一起这样聊天很欢乐，这我理解你，这是这样的。哎，有时候确实是那个，就是爱捧别人哏，你是不是？我也是，我其实小时候也跟黄子，我妈呀，我俩好像，肯定的，就是因为都是挨家下茬儿。哎，我跟你说，我也是，就是咱们都是金牛座嘛，可能我们仨金牛座是不是对上号了？哎，就会在一起出去，老师就会很讨厌我，就是老师就讨厌。好，那咱们就是把缺点那个变成特点这个事儿，咱们就是已经圆满的结束了，对不对？掌声鼓励一次。好嘞啊，行。说完这个案子之后呢，马上迎来的就是我们的烟鹤侠。杨老师，我发现，在有些地方很难不受惊吓啊！哇塞，你还老受吓呀？刚才讲了很多在医院的故事，我给你们讲讲我在医院受到最惊吓的故事。哇！就在前年夏天，也是在长沙录同样一档综艺节目，就录到半夜这个时间，我突然。脸色煞白，咋的呢？满头大汗，我照镜子了，吓着自己了，身体突然有状况，然后应该是血压上来了，应该是身体非常不好。然后导演组就过来说：“严老师，您赶紧上医院查查，是，如果心脑血管疾病的话，我们别担责任。”嗨，拿一截吧，你别老给我捧，拿一截吧，咵，结果拉到长沙医院了。到了以后挂急诊，一进屋那大夫一看我，你赶紧检查，你要中风啊！真的，你要中风。给我吓得，我天！我说我在瘫的长沙，我录一节目，赶紧带我做检查，照 CT、照片子、心电图，咵全检查完了，什么毛病都没有。我说拿着这大夫，我拿着检查，我大夫拿着大夫，手里拿着个大夫，不是我拿着检查，我问大夫，说没事儿，为什么您说我要中风啊？大夫说我看也没事儿，但我看你嘴已经开始歪了。我说我嘴一直是歪的，真事儿。还有一回。春节的时候我住院，我为什么挑春节住院呢？因为春节的时候不耽误我们演出，因为春节我们有演出，我腿上要做一个小手术。春节的时候整个医院没有人春节住院然后做完手术以后呢，晚上我躺在我这个病房里边，我突然看见就是黄昏啊，我这个病房的窗户外边，黄昏医院好吓人，有一个白呼啦的一个东西。哎呦！
就在我窗户的外边啊，呼啊什么？呼哇塞，呼上上下下，吓死我了，吓死你了！然后我就炸着胆子，我趴那窗户一看，气死我了。什么呀？1楼有一个护士往3楼扔一个白大褂，3楼有人接，扔半天没扔上去。太吓人了！好有画面感。我说你给个地跑不就完了吗？这还不算完，第2天晚上也是晚上11、2点的时候，我想在楼道里我溜达溜达，然后我从我这病房里我就出来了。出来以后，晚上医院的楼道啊，把灯全关了，只有几个安全出口的通道啊，在一个没有任何病人的一个走廊里边，哎呦，我就站在我这个病房门口，看见走廊黑漆漆的尽头有一个人穿着一个白色的衣服就在那蹦。哇塞，密室大逃脱呀！蜜桃，真的，我一直不开张，就在那蹦。浑后脖梗子冒凉气，你知道吗？妈呀！然后我就炸着胆子跟着走呀，到底了，到底了，搅和我呀！然后我炸着胆子我走过去，给我气的，有一个病人他跟着跳绳的晚上。天哪！哎，那也很吓人啊。哎，你想过这是眼睛吗？就是你眼睛一直看不清楚。你讲的是那个白护士接到了白大褂，然后在这穿。我知道你想说什么。OK， 我想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哎，医院它永远是一个大夫对你好的地方，不要到医院自己吓自己。盼望大家健健康康，阖家欢乐。哇塞！在医院真的是这样，我突然想起来一个那个。我去年的时候，我腰不舒服，对，然后真的是要那种住院的那个程度，然后我整个在医院待了半个月啊。你知道，因为我住的是那种就是康复医院啊，整栋楼都是做康复的，然后一到晚上的时候，大家都想着就是吱哇乱叫，因为我们连走路都费劲啊。就在因为医院的那个窗户吧，它就是中间都会留一束玻璃嘛啊，它玻璃都竖条的，都是能看到外面的。真的就是我在房间里，你就看着窗户外面啊。这种全是这种，对。跟我说，你们没有见过极致的。极致你知道什么？在肛肠科医院的住院处。肛肠科。对，我看我一个，一个不吓人。我看我一个朋友，他应该刚做完一个痔疮手术，等饭点的时候，我跟着这个送餐的肛肠科医院送餐的大夫进了那个病房那房间，走廊里边一个人都没有。这时候，哎呀，吃饭了啊！所有病人啊，哇，好形象，好形象！哇，哎呦喂，去医院应该有好多碰见过事儿。之前我也是发烧发那个炸高烧，然后医生一摸我说别蹭我热度，然后没事。太棒了，太爱了，这个太爱了。不重要，有一个最重点的是，前一阵儿我那个真的是感觉身体就是感觉，因为我老录那个密室大逃脱嘛，然后那个节目就确实很吓人。吓人之后，我就感觉我那一阵儿心神不宁的。后来我去看了一个那个中医，他说你怎么了？我说我最近就有点心神不宁的。那医生说你看着我眼睛，你看着我眼睛，你看着我眼睛。然后我就看着他眼睛，我说是有不干净东西吗？他说我说什么东西？眼屎，你先擦擦。啊，然后录密室逃脱的时候有太多这种事儿了。密室逃脱的时候有时候他一出来不是一堆那些怪物那吓你啊啦。然后我录第1季的时候，然后我不知道往哪儿跑，然后我在这一直跑，那鬼都累了，说你往那个门里走，那边那个门你这半天了这个啊。毛豆，你有什么那个之前那个吓着您的？吓着惊魂的。今年我春天的时候我在健身房减肥。健身房这个我一般都晚上去啊，运动完之后往回走的时候会经过一个就是农贸超市啊，正好赶上他晚上买东西打折，我这便宜，我就买点菜，买点那个菜呀、鱼啊、肉啊什么东西，装在包里，然后往回走就经过一个小巷的时候，就特别窄的那种特别黑的小巷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后边有人推了我一下啊，谁敢推你啊？就啪推了我一下，我一回头一个人都没有，一个人都没有，真的，我当时汗毛立即就起来了。我说怎么事？我正在想的时候，啪，他又推我一下。哇塞！我说完了，遇到脏东西了，我就我听说是骂脏话可以那个这什么，然后我就一边快走一边明白。然后我走，啪又推我一下，我突然就想起来了。
我买那个鱼应该是没死透。鱼拍你，我买那个鲤鱼一直推我。有一天晚上，我在那坐着坐着，我感觉我自个儿这腿窜着就麻，我以为我要偏瘫呢。原来有只苍蝇啊，一直在这进去了，好像一直窜而已。我跟你说，要说这种故事，我的太多了啊，真的遇见好多次。我给你们讲一个最吓人的一事啊，行，来，快吓死我，快！来自个儿铺一包会啊，来。你知道住酒店有一个问题，我们住酒店的时候得花钱，经常，得花钱还行。这个别跑啊！这个我们住酒店的时候，经常会住到这个走廊的尽头边房。其实那个房间正常的你已经觉得不正常了，但是那个时候那个房间特别冷啊，我就不太敢脱衣服，因为太冷了，空调也打不开。我说那洗澡怎么办呢？我就把那个水龙头打开了。水龙头打开之后，我说那用这个热气把这个浴室弄热一点，然后我再进去洗吧。就是热气太多了嘛，就飘出来了啊，飘到棚上了。然后我说，哎呦，热气都出来，赶紧进去洗。哗，洗完了之后，躺在床上，叭一关灯，看手机啊，突然间，就在我的耳边或者头上，有一个声音啊，易中天，你知道，就有一个易中天就，我发现，没到这块，易老师对不起啊，对，易中天老师对不起啊，然后就懵了，我就把手机关上，我再仔细听，到底是我耳鸣了还是耳空了还是怎么样？然后又有一声，你知道有多恐怖？我开着灯然后我开始给人打电话，我睡不了了，这个房间给我换个房间好不好？他说好，那我们就马上就过来人，然后他们过来一个那个电工师傅啊，他说你这屋发生什么事了？我说就一直有人在我耳边，他说啊是吗？我说你听，我们俩就坐在床前面，不有一个榻吗？我说来你坐下，俩人等，我们俩就坐着啊，也不说话，就在那坐着。啊，真有！电工师傅都懵了，什么声？你刚才一直听的是这个声吗？对呀，一直有人哼哼，不是你哼哼呢？不是我哼哼呢，怎么可能是我哼哼呢？自个儿哼啊，自个儿吓自个儿啊。然后他说好，那你现在换房间吧。我说现在我走不了了，如果今天我要走了，我得不到一个叫什么科学的答案，科学能你要知道真相。对吧？合理的答案，我这辈子都不敢住酒店了。我说你必须得把问题给我找出来。后来他找到了，他站在床上听烟雾报警器。啊？为什么？有原因的，是因为我刚才我不说了吗？我洗澡的时候那个雾飘出来了，飘出来之后把那个报警器给那个弄潮了。报警器报警的话应该是是这种声吗？但是它断电的是它潮了，你懂吗？啊，咱们这个点儿聊这个话题是好的事儿吗？真是好烦啊！回去怎么睡觉啊？所以总而言之，就是人生总会遇到很多恐怖的事情。为什么恐怖？就是因为你对它比较未知，你越未知，你就不知道它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可能会脑补一些恐怖的画面。但是总而言之呢，我觉得这个害怕是人之常情，你不要太让自己去做很多冒险的事情。希望大家都出入平安。谢谢各位。我发现有人动过我的床，一撮毛。我发现我枕头的位置变了，我发现了这个玩具，起来。既具独立支撑，随你折腾。正反不同睡感，软硬双睡。立体透气结构，彻夜干爽。深度好睡眠，床垫喜临门。好的，那咱们就请来咱们今天最后一位提案的朋友们，他就是我们的黄子红粉。好。今天的主题呢，我也聊一聊自己的青春伤痛文学。哇，太痛了，非常伤，非常痛啊，好吧？所以我发现，有的地球人脆皮，但是命硬啊。我也很难杀。
蜕皮青年这个词儿大家应该都熟啊，它主要就是用来形容在成长过程中的那些年轻人的一种亚健康的一种状态。但是其实放在我身上，它其实并不是亚健康啊。其实呢，我是想来给大家描述一下我那些匪夷所思的受伤经历。为啥呢？我有一次21年的时候，21年10月19号，我记得这一天非常清晰。咋了？那会儿啊，接不到什么工作，很久没有拍摄了啊。然后秉持说有活干就行。然后那天我去拍一个写真，在一个公园，摄影师专门从外地飞过来，飞了2、3个小时啊，还没拍2张，他们突然发现有一个点，说，哎，那个楼梯那个地方，哇，好像很精神，错落，很好看，很错落啊。对，我说，哎，我现在就去，因为很久没有拍摄了，很激动，很兴奋。我说那就今天拍10个点都行，8套衣服嘛都无所谓拍。去到以后，哇，我在上面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然后跳，哎呦，从楼梯上摔下去了。刚拍10分钟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当时我拍的那套图吧。哇，天哪！我当时在那儿抱着脚，哇，我又疼哭，然后他们赶紧给我扶到旁边，脚马上就有点肿嘛，马上得去医院。医生先简单给我摸了一下啊，哎呀，他摸呀，他这个感觉韧带断了，所以我当时打了石膏，坐了轮椅啊，这么严重吗？对，当时我就算了一下，还有几个小时太阳没下山，我回去接着拍啊，因为我觉得就太可惜，我家刚拍摄影师那么远过来还想着，对，我就专门又回去拍了，给大家比划一下，当时回去拍了以后，因为右脚断了，然后当时我就是所有当时的照片都是这样单脚站立的这样子拍。然后脚都是那种这种，第一个是哎，对，就是都是这种哈。然后就后面就拍完了那么一套图，然后就太夸张了，神经病啊！当时反正医生跟我说啊，如果是运动员就可以退役了，但还好我不是，不影响生活。且呢，我也是很好的恢复。现在我嘎嘎跑也没有任何问题。我觉得是架不住你坚强啊，主要是真的坚强，绝对坚强。你太难杀了。然后还有一个事儿呢，就前段时间其实维维哥也在啊，对，当时录那个有个节目啊，就是在一块做饭，然后当时那天发烧了。38、39度了，就是发烧不行，然后我就没事，我就硬坚持啊。我觉得如果我告诉大家了的话，大家肯定会让我去休息。我觉得我能干，我给任何人都没说。对，正好我有热度嘛，然后是。所以说，其实没有人知道我那会儿发烧。然后当时呢，我记得印象很深，是因为那一次那个发烧，我浑身很疼。那是我关节啊里面这个能理解，特别疼。我知道，都有疼到我叫我太太来，我说我要死了，能不能再给我点安慰？我希望我死你旁边，就是那种感觉。就当时哇，他就玩命的。后来才知道，其实只要退烧这事儿是可以解决。对，非常疼。然后当时已经坚持不住20岁左右，我努力在让自己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理解。就是我们当时在做一个那个炖那个梨，我得一直端着那个锅啊。正常情况下，我说实话，哥们儿1个小时随便端。平时那端包子那都，但是那一天哇就不行了，因为烧太高了啊。坚持完这个环节了以后，哎，我啪冲出去，蹲那个角落里开始哭。哎呦，路过工作人员说，哎呀，这小孩咋了，对吧？就是哭，我就是那种，就是哭得很吵，一把鼻一把泪。我说我实在不行了，我说我，就反正就各种。回去以后第2天接到他们电话，给我经纪人打电话说，确实可能老师们有一些环节可能没有照顾到我，但是确实还是想劝说皇子不要太玻璃心。啊？以为你生气了啊？就是节目组以为我是在节目里跟嘉宾老师们可能有一些不愉快，然后他看见你又出去抱头痛哭，对，然后我被欺负了，然后我就出去抱头痛哭，说觉得我玻璃心啊，只能是刘维干的了，这是。我跟这个皇子，我们同龄人，我们关系很好。主要是你第1天没跟大家说你发烧了，是吧？对，我完全没有说。是，所以啊，大家还是真的。要以身体健康为第一位啊，注意安全，平时少逞强。是，朋友们啊，脆皮天注定，但是命硬靠打拼。谢谢。皇子的这首歌太迪士尼了，真的，就是那种梦想和希望的感觉。对，杨迪他妈给杨迪开门，迪到家了。太迪了，太迪啊，太迪，怎么就太迪了？那就直接给皇子一个垫子，来。
来，厉害！谢谢各位。那么好的，本次会议所有投工提案都已经结束了。杨副局长觉得今天咱们表现都怎么样啊？表现的相当的不错。哎，对，我觉得两边都非常了不起了。接下来就要到了大家来投票决定的时间了，因为火星厂牌和德云厂牌哪边的票数最高，都掌握在大家的手中了啊！好嘞，各位谨慎投票，大家看一下这个大屏幕啊。是的，各位开始投票吧，谢谢各位。好的，观众通道已经关闭。是的 ，OK， 黄子帮我们拿一下我们的最终票数。OK， 来，公布。谢谢黄子，谢谢。哎，谁让你的路上在那拆的？差一点是。来了，那么我们就干净利落脆，我们宣布火星情报局第7季本期会议的最牛厂牌是。火星厂牌，实至名归。来，恭喜我们的火星厂牌！二位，黄子不挺多了吧？一排了，哇塞！第二回这。因为他们输了，所以他们要发我们4个人的合影，但我们4个人竟然都没有合影啊！对呀，你们现在拍啊！拍吧，得有我们拍。哎，你们拍。啊，他想把你们都拍到1.2米。别太过分啊！哎，这样也是帅的啊，一样。其实应该人家自己拍优秀的好的，转我们发。哦，你是摆他们俩一道是这意思吗？不是。好认真，wonderful， 好，谢谢。哎，可以啊！大家在微博上去自行搜索，可以看到这个惩罚哈。行嘞，老师，那我们一起来吧！再次恭喜本期活动的火星厂牌。本期火星情报局就开到这里了，我们一起宣布。火星情报局第7季第7次会议圆满结束。